小伙伴们知道吗？全世界有超过3亿的人患有焦虑症，这导致他们的行为方式反映内心不安的循环，而其他人可能会将其视为简单的过度反应或过于敏感而忽视他们的症状。这支影片我们就来找出焦虑症患者常常会说的6句话，以便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和同情他们的经历。哦，我只是多疑了。小伙伴们有多少次只是为了避免打扰别人而淡化自己的焦虑？焦虑不仅会引起身体症状，还会引起社交症状。当事人可能感觉到有必要对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保持沉默，因为认为没有人会理解自己，这会导致高功能焦虑症。高功能焦虑症是指一个人尽管在焦虑的感觉和想法中挣扎，但仍然保持完全的功能性，并且通常是成功的。它不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认可的焦虑症，而只是用来描述这种状态的一个术语。虽然高功能焦虑症听起来无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损害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每个人都在看着我。社交焦虑是指一个人对社交场合会有强烈的恐惧感，以至于会不断地逃避社交场合。这是一种常见的焦虑症，它与害羞不同，而且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简单的通过走出自己的壳这样的建议来解决。社交焦虑是一种心理健康问题，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社交焦虑障碍是最突出的心理疾病之一，它在女性中很普遍，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患有这种疾病的病例继续以高速增长。我觉得我要心脏病发作了。在网上快速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担心自己是焦虑症发作还是心脏病发作，这是因为他们的症状可能非常相似。这2种情况都可能伴随着呼吸急促、胸闷、出汗、心跳加速、头晕，甚至身体虚弱或暂时瘫痪。因此，人们可能会因为恐慌而冲向急诊室。如果有小伙伴不确定在发作期间是否应该寻求医院的帮助，最好还是寻求帮助。我明天再做。有没有小伙伴曾经因为一项任务压力过大而决定把它推迟去看网飞剧？但这个时候看网飞剧会感到紧张。持续的拖延可能不是时间管理的问题，而是一种焦虑。研究表明，全世界 20% 到 25% 的成年人患有慢性拖延症，这一问题与抑郁、焦虑、自卑、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不良学习习惯有关。焦虑会使简单的决定变得困难，可能会担心什么时候开始一项任务，怎么做，甚至从什么任务开始做一个项目的想法可能会变得如此令人生畏，以至于最终会推迟。在我们继续之前，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表示支持呀。我觉得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很多人说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但大家觉得很难做到吗？因为它经常会导致不必要的担忧，甚至偏执。焦虑会让一个人容易产生偏执的想法，也会让一个人心烦意乱，这是因为更紧张，习惯于消极的解读事物。为了尽量减少偏执的可能性，记得照顾好自己的日常需求，挑战自己的偏执想法。我是那么的不知所措。工作、学校、孩子、家务、爱情、金钱、未来，小伙伴们有多少次感到被自己的想法轮番轰炸，甚至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焦虑失控的人容易精神崩溃，压力、应力、担忧和触发事件的结合可能导致到达心理崩溃点，让一个人无法正常工作。在困难的时候，记住，这些都会随风而去的。我们知道这很困难，我们也知道给出建议比实际去做要容易，但看看你有多坚强，熬过这一切来到这里，只要活着就是一名战士。有小伙伴会说这几句话吗？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生活在焦虑中会在很多方面对一个人产生负面影响，请不要犹豫，向医疗保健提供者寻求帮助，也可以点击不同程度的焦虑这支影片了解更多。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记住，你很重要。